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。呃，很快就要回国了，然后在回国前呢，多拜访几个客户，还有一些都认识很久了，一直没有见过，然后到他们工厂来拜访一下。那现在我其实今天上午已经拜访了3个工厂，下面呢我就去新加坡一，这边到新加坡一大概20分钟。那这边这条路我还没有走过，一起拍个视频，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边平阳这边的发展。这里离新城大概也是20分钟，我刚刚导航是12公里，那现在过去新加坡一大概是7.5公里，7.5公里差不多也要走15分钟的样子，15分钟到20分钟。这边这个路啊，我感觉都是在拓宽。啊，这是一个小工厂，货柜就放了2个货柜车。所以在越南平阳的很多工厂啊，它这个经营情况目前都是挺好的，而且今年很少听说哪个工厂做不下去了，然后就是回国了，拜拜了，或者破产了，这种极少听说。这边店里的，因为靠着马路，它那个摆的商品啊蒙了一层灰。这里车就特别多。因为今天没有大风啊，所以这个路上灰相对来说少一点。平时的话应该是灰很多的。道路交通情况是非常差，幸亏现在路拓宽了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前面的交通是非常堵的，让我感觉像隆安德和那边的路。不过德和的路不知道有没有修啊？德和现在，我相信在这个隆安德和那边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个德和的路非常非常差。啊，越南这边的很多民房啊，做的都非常非常漂亮，装修的非常精致。有一句话这么说的，叫有恒产者有恒心。啊，越南的土地私有的，它是永久的，可以世袭的。它不像有些地方是只有99年，或者说只有70年产权。那可能你这一代住完了，下一代就不知道谁的了。所以越南人在这个打造房子上面是不遗余力，赚点钱全是花在这个房子上，很舍得在房子上花钱。很多越南人的家里面也都是布置的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精美，很有设计感，充满着艺术性。这里应该是个学校吧？啊，越南的学校也非常漂亮啊。这在下一代教育上，看来全世界都是一样的，都非常重视。啊，这里好像也是个学校。这是一个小工厂，像这类的工厂有很多都是这个中资企业。当然，那个门口没有挂牌，没有写上中文，所以这个极有可能是，也极有可能不是，就是一半一半了。但大多数的工厂在这边，像这种路边的这种工厂，啊，大多数的都是中资的，因为中资企业在这边影响力太大了。越南的这个电线撕拉乱接，你看，这个看着都头疼。所以在越南平阳这边每年都有火灾发生。有的工厂直接被火给烧没。
所以在平阳这边呢，就是做工厂啊，一定要买一个保险，就是这个火警险，一定要把火灾险这个买了，不然真的可能一夜之间一无所有。这是越南的乡下的咖啡店啊，这个咖啡店你看，非常非常漂亮。早上的时候这里是坐满的，这类的风格老魏是非常喜欢的。啊，这个路两边都是工厂。这也是一个小工厂，都没有挂牌。有的工厂呢，经营的是比较稳定，它都没有那个门口啊都没有写是什么什么什么工厂，啥也没有。啊，这也是越南的咖啡店啊，这个叫咖啡瓮，但它这个是正规的咖啡瓮。然后这个咖啡店呢，就是点一杯咖啡，然后在床上休息一下。休息的费用是1万越南盾，然后一杯咖啡的话，在这边也是1万5左右吧，就是2万5，相当于人民币7块5毛钱，啊，也差不多1个美金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休息1-2个小时，对于一些赶路的非常友好，费用很低，然后停下来歇歇脚，睡个小觉，还有对一些那个做工的也非常友好，中午的话可以睡一下。啊，这里是在新建一个寺庙啊，还没有建好。越南这边佛教信仰的人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，但我知道那个寺庙的数量是第一的。前面是新渊方向，我好像走错路了，因为没有看导航，这段路我不熟。刚刚导航提示我这个路走错了，然后掉头，我停下来以后看看还是对的。哎，又提示我掉头，我来看一下，停到这个路边，停好了。这也是个学校，这边不熟悉，在说话的时候这个提示音就没有听清楚，走错路了。在越南这样摆摊的就特别多啊，摆地摊的很多。因为他这个基本上是不用交什么费用的，好像税也是没有税的，有的税或者是定税，一天1个月就几万越南盾，相对来说非常低。但是都是卖一些比较低端的东西啊。这是卖彩票的，在越南卖彩票的随处可见，这个残疾人卖彩票的比较多，给残疾人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。在越南，我发现也有很多中国人在
啊，每天都要买点彩票。当然有一部分是出于公益啊，就是帮助一下残疾人。我看有的人是看到残疾人就买，不是残疾人的话他就不买。就拿这个钱等于是做慈善了嘛。哦，这有个加油站，我们来加个油。哎，我发现越南的油价降了，只有2万越南盾一升。谢谢。啊，对，那边 OK。现在加满一箱油5万多，57000越盾。啊，加到6万。Summer。我在去年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刻，24000越盾，一升的油，差不多$1一升嘛，当时的汇率也是差不多$1。现在是20880越盾，20880越盾一升油，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便宜啊。越南的油价不知不觉的降下来了，难怪最近加油感觉是少花了好多钱。因为今天在拍视频，我特意看了一下油价，平时都是跟他讲，比如说加个5万，然后加进去，基本上油就满了，油箱就满了。5万差不多是2个美金，15块钱人民币。这里应该是他们的就是居民区吧，以前应该是个村子，越南的一个村子。这里一个木森新木业责任有限公司。这有很多地方就是空地了。其实我对这边还是不熟啊，因为刚刚我在一个路口的时候看到往新源方向，新源方向肯定是反的方向，当时没有掉头，但是导航提醒我掉头了，还好现在有导航，去哪里就感觉特别方便。这里应该是一个是幼儿园吧，看起来装得很漂亮。我现在走的是746省道，刚刚交叉的路呢是743省道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这一个整个路上全是这种卡车，各种货车、各种卡车、厢式货车、卡车。
它这种是越南的一个政府机构啊。这个路口我也想左转，哇，这前面几百米全是卡车，非常壮观。大家能不能，我这个摩托车能插进去？因为这个路口很奇怪啊，这么重要的地方都没有一个红绿灯。啊，交通，其实这个路口的交通非常非常的繁忙了，很奇怪，连个红绿灯都没有，结果就卡在那里啊，就有几百米全是卡车后面。这里几乎是没有红绿灯的，这边卡车又被堵在这里了。前面有个车在掉头发，还或者是从工厂里出来，一下子就挡了半幅路。这个跟着越南人走。这都是各种各样的小的加工厂。做油漆的。做建材的。现在是接近中午11点啊，刚刚那粉店都没有开门。越南人做生意就是这么佛系，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停2天，带着全家出去旅游。我在西贡也遇到了，像在西贡那么贵的房租，啊，有时候生意，有时候我看到有的店生意挺好的，说关门也就关2天，出去旅游去了。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宏远车业，这是修车的吗？哎，我进去看一下。刚刚是一个台湾人，在这边做的那个车行，老板非常年轻，跟老板认识了一下，非常年轻，而且是台湾商会的一个人。香山羊肉店，啊，这个是不知道是华人开的还是中国人开的。像越南的那种纯越南人做的，价格都一般都很便宜，然后味道也还不错。它一般都保留着食材本身的味道。要等这个车过去了再走。在平阳就是这样，这个货柜车太多了。就有越南人跟我说啊，他说路边卖水的，你别看他就是没有一个正经的摊位，但是他的营业额每天都很高，而且水的利润就特别高，一杯饮料80%都是利润，因为在路边确实没有什么成本。这个是咖啡店的是一个连锁品牌。本来是10几分钟的路，但我觉得我拍视频拍了很久了。这条路的变迁啊，你看看，我就觉得充满着生机和活力。现在应该是中午11点多一点，人流量很大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到下班时间，下班时间会有很多摩托车出来。吃饭的就比较多了，像这种根本是吃饭的地方。越南的快餐，
越南的快餐呢相对来说比较便宜，2.5万一份，也能吃饱。那我一般去吃的话，就多点个菜，就差不多5万。越南的快餐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它有很多青菜给你吃，生的青菜它不用炒，然后弄点肉，它是按肉来算钱，就荤的来算钱。一个荤的是2万到2.5万越南盾，然后加一份米饭。我在胡志明住的时候，边上就有一个快餐店，它的米饭特别好吃，印象非常深刻，我经常过去吃。也是5万越盾，就吃得很舒服，4.5万，那边是加一个米饭是5000盾，一个荤菜是2万，就是这样累加。我一般是4.5万越盾，吃起来就非常舒服，而且有给你弄一大盆青菜，你直接嚼着吃了。那个青菜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，就是清洗了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叫平安市场的，刚刚一下过去了，那市场也比较大，看着。这边呢有一个小区，这是个工厂，这里有一个小区啊。这小区我还是第一次从这儿过，应该还没有投入使用。我看工人还在装修呢。这里就到了一个我比较熟悉的路上了，也是我经常走的路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欣赏，祝您生活愉快，拜拜拜拜。我还有一点点路就到了，好，再见。